北京的房子终于跌到让人心惊肉跳的地步了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8月，北京的房价跌幅全国第一，不论新房还是二手房都领跌全中国。这个消息像一记重锤，砸在每一个还背着房贷的普通人心口上。那些曾经坚信有房就有未来的人，忽然发现自己最宝贵的资产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贬值。是的，官方精心编织的就是幻觉彻底破灭了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，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.1%， 其中北京下跌 0.4%， 广州和深圳也分别下跌 0.2% 和 0.4%。可真正让人心头一凉的是二手房市场，一线城市整体下跌 1.0%， 北京跌幅高达 1.2%， 不仅远超上海的 1.0%， 广州的 0.9%， 深圳的 0.8%， 更是全国70个大中城市里的跌王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北京这个曾经被无数人视为财富梦想之地的城市，正在率先坍塌。北京房价领跌全国，这在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。北京这个中国楼市的信仰之城，正在成为最危险的泡沫破裂样本。如果说官方的数据还显得抽象，那么真实案例就是最冷酷的答案。在北京朝阳区北三环的安贞里小区，曾经号称地段无敌、学区加持、价值坚挺。然而，如今挂牌均价已经跌到每平米 6.8 万元。更惨的是，有卖家急售一套75平米的3居室，总价只要281万，折算下来单价约 3.7 万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直接腰斩。再看昌平区荣泽家园，一套104平米的3房，6月份成交价还能冲到480万至490万，但到了8月份只能卖385万，2个月暴跌超过100万，跌幅 21%。100万是什么？是一个普通中产一辈子的积蓄，是10几年的血汗钱。现在只用了60天就灰飞烟灭。更讽刺的是，北京政府其实已经在拼命自救。8月5日，北京率先放开了5环外的限购政策，寄希望于带动成交量。但现实呢？据权威数据，8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3331套，较7月份的15575套下降 7.8%， 同比去年8月也下降 7.2%。成交量不仅没被拉动，反而继续下滑。这不是赤裸裸的打脸吗？政策一出，满月就宣告失败。更扎心的是贷款数据。数据显示，8月份新增房屋贷款创下10年来新低，比2024年还低得多。去年8月新增贷款已比前一年腰斩 50%， 今年竟然在这个低点上再砍掉 80%。这是一个什么场景？就是全中国人都在用脚投票，没人敢借钱买房了。一个最直观的变化是，从前买房是全民狂欢，如今卖房却成了全民噩梦。当年刚需们排队彻夜抢房、刷卡秒光的画面仿佛隔世。现在北京、上海这些一线城市的业主，如果不在最低成交价的基础上再打折，房子几乎无人问津。许多人因为现金流断裂，只能忍痛把房子放到拍卖市场。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态转折？过去人们拼了命加杠杆，哪怕举债也要买房，因为房价每天都在涨。而如今大家反而拼命甩卖，只为了早点止损。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与平均收入的比值高达40至50倍，而国际上公认合理区间是10至20倍。房价对年租金的比例在2021年甚至高达70至80倍。这是什么水平？比上世纪末日本东京、大阪泡沫破裂前还要夸张。这意味着今天的北京、上海、
深圳其实就是当年的东京、香港，甚至可能更惨。不仅仅是北京，全国楼市正在加速塌陷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8月全国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下降 0.3%， 这是自2023年5月以来连续疲软的延续。在70个大中城市中，有57个城市房价月比下跌，65个城市年比下跌。一线城市二手房价年比下降 3.5%， 二线城市跌 5.2%， 三线城市更惨，跌幅 6.0%。北京的房子总价本来就高，往下跌的空间自然更大，这就是为什么一线城市正在进入补跌模式。换句话说，北京不仅是跌得最快的，也是最可能跌得最惨的。摩根士丹利早就预判过，如果没有更猛烈的救市措施，中国的二手房价格会持续加速下跌。如今，事实已经一一应验。克尔瑞地产研究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8月，百强房企销售操盘金额2070.4亿元，环比下降 1.9%， 同比暴跌 17.6%。这已经是连续第6个月下降，累计年比跌幅扩大到 13.1%。彭博社的报道也毫不留情，中国房地产的低迷已经持续4年，房价跌势加剧。去年所有的救市措施几乎没有任何长期效果，反而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经济进入通缩泥潭的担忧。有人说，北京房价下跌是炒房客的损失，也有人冷笑说，终于轮到投机者付出代价了。但残酷的现实是，这场崩盘远远不止波及炒房客，它击穿的是整个社会的金融底层逻辑。要知道，中国至少有 70% 的家庭财富被绑在房产上。中国社科院在2024年的一份调查显示，中国家庭总财富中约有 78% 来自房地产。这意味着，一旦房价下跌，就是亿万家庭财富的蒸发现场。想象一下，辛辛苦苦30年背负房贷，终于拥有的那套房，忽然缩水几十万、上百万。对中产而言，这不只是账面损失，而是生活的根基被掀翻。房价下跌最先打击的不只是业主，而是银行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房贷不良率已经升至 3.7%， 远高于2022年的 1.2%。光是北京8月法拍房数量同比增加了近 60%， 很多都是因为房主断供。银行最怕什么？最怕抵押物贬值。当房子不值钱，贷款人一旦断供，银行手里的抵押品几乎卖不出价，这意味着坏账会越滚越大。根据彭博社的测算，中国银行体系里房地产相关贷款规模超过50万亿元。如果北京的价格下跌只是个开端，那么银行体系的多米诺骨牌就会接连倒下。房地产不仅仅是房子，它还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。根据统计，中国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占 GDP 的比例高达 25%至 30%。当房价下跌，连锁反应立刻显现，开发商资金链断裂，建筑工人失业，家居、建材、装修、家电这些产业的订单全线萎缩。克尔瑞地产数据显示，2025年8月，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暴跌 17.6%， 这意味着多少人丢掉了饭碗，多少供应商资金断裂，多少企业主背上巨额债务。而普通人呢？工资没涨，甚至在缩水。消费数据最诚实，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0.5%， 剔除通胀几乎是零增长。北京商场的人流冷清的像冬天的夜晚，失业、降薪、消费下滑，反过来又进一步打击房市信心，形成一个死亡循环。北京今天的惨状并不是偶然，而是趋势的必然。一线城市过去之所以坚挺，是因为人口集中、资源稀缺、信仰坚固。但现在，
这些支撑点一个个被击碎，人口流入放缓，青年外逃潮加剧，学区房失去魔力，经济前景暗淡，北京房市正在失去最后的护城河。那么，北京房价会跌到什么程度？摩根士丹利的模型预测，如果不出台更激进的救市政策，北京二手房价格还会再跌20%至30%。假如真是这样，意味着一套500万的房子还要再蒸发100万至150万。对已经深陷债务漩涡的中产而言，这就是彻底的灭顶之灾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跌幅将直接撕裂社会。那些还在还贷款的人会怨恨政府失职，那些刚上车的人会恨自己接盘，那些观望的人会更加坚定不买的决心。最终，整个社会对房地产的信任将土崩瓦解。